文美脸 US Law 北美法律第一频道，记得订阅我们，并且开启小铃铛，获取最新视频哦。大家好，现在是2021财年接近尾声，今天我们为大家回顾和展望一下职业移民的排期，以及讨论有没有必要做 EB2 到 EB3 downgrade。国务院移民签证办公室在 YouTube 开设了一个 program 叫 Chat with Charlie。Charlie 是这个办公室的负责人，他们会每个月在排期开放之后安排一次 Q&A session 来回答大家的问题，同时阐述一些排期的原理以及预测未来的排期。如果你感兴趣的话，可以通过下面这个链接来关注。例如今年4月份，国务院就统计说，因为疫情，2020年全球的使领馆都没有正常的进行签证服务，导致有12万亲属移民的配额没有被使用。那么这些配额呢，就被添加到了2021财年的职业移民配额当中，使2021年财年的职业移民配额达到历史新高26万。这也是为什么我们看到今年职业移民的排期前进的幅度这么大。在新一期的 Chat with Charlie 里，Charlie 提到，因为移民局现在要审理的案件数量比较大，2021财年这26万个职业移民的配额是没有办法在这个财年用完的。预计到2021财年末，也就是今年9月底，职业移民还会有大概10万个配额没有被使用。这也是为什么 Charlie 预测新的财年第一季度，也就是今年的10月到今年的12月，职业移民 A 表的排期不会有特别大幅度的前进。Charlie 预测说，2022财年职业移民的配额数量大概会在29万，这个配额数量也将是历史新高。不过同样的道理，具体排期开放的速度跟移民局的案件积压量有关，所以虽然这个财年的配额数非常高，但也不一定能够用完。也就是说，开放的速度也不一定有我们想象的那么快。去年大概这个时候，我们为大家介绍了 EB2 到 EB3 downgrade。这一年来 ，EB2、EB3 的排期差距一直保持在1年半左右 ，EB2 比较慢 ，EB3 比较快。所以我们相信已经有很多朋友递交了 downgrade 的申请。关于 downgrade， 我们简单回顾一下，它就是用原来 EB2 Perm 来申请一个新的 EB3 140，用来支持485。具体的时间流程呢？如果 EB2 优先日按照 EB3 排期已经排到的话，我们会认为这是一个比较适合做 downgrade 的时候，不需要重新递交 Perm， 而是直接交140和485申请。这样做的好处呢，是递交485以后可以享受到 AP、EAD 和180天以后换工作这些福利。现在新的财年到了，而 EB2 和 EB3 的排期相差也不到1年，那现在还有没有必要再做 downgrade 呢？我们通常认为，在 EB3 会长期大幅度领先 EB2 排期的时候，这是比较推荐做 downgrade 的时候。根据现在的情况，我们觉得可以保守观望一下，因为过去1年已经有大量的 downgrade 的申请递交，导致 EB3 的配额被使用的比较多。我们从8月份的排期就可以看出来 ，EB3 的前进幅度已经大大放缓，远远落后了 EB2 的前进速度。同时呢，新的财年，那每一个类别到时候都会有新的配额被添加进来。根据预测，今年10月到今年12月 A 表的前进不会太快，但是还是有很大几率这段时间的 B 表是开放的。那么那个时候就会有一部分 EB2 排到的申请人可以递交485，他们就不再需要做 downgrade 了。所以我们的结论是，我们观察一下排期的进展。如果 EB2 的排期还远远落后于 EB3， 那么可以考虑做 downgrade。如果在这段时间显示2个排期的差距在逐渐缩小，那么就没有太大的必要做 downgrade 了。如果今天的节目对你有帮助，那就帮我们订阅、点赞、分享吧。有任何问题，也欢迎在评论区留言。你的法律问题，我最关心。